你们的故事，你想怎么讲？小可，哎呀，城南，哎，带了没有啊？我带了，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？你放在鞋柜上了。就是这个。你还真挺逗的，我没见过谁通知别人离职，还帮着推荐下家。其实我就是想帮你减轻一点离职的难过。我难过什么呀？而且我已经找到工作了。啊？嗯。哦。哎，那就好。你准备去哪儿啊？去友家，转做运营了。要不你也过来？我们这儿待遇可不错了。谢谢啊，我就不去了。我在生活家待得挺开心的。看来就你不知道了吧？生活家要停刊了。哼，不可能，真的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哎呀，生活家都已经办了20多年了。这哪能说停就停呀？陆可，我知道你是对生活家感情深，流水的主编，铁打的陆可，但是你也得为你自己将来做考虑，对吧？你就看着吧，听说总部派来停刊清算的出版人马上就到上海。我先走了。今天群里怎么就我一个人交稿了？风月姐也没有催大家。可能他说的是真的，真要停刊了，大家都没心思吧。不过杂志现在看的人真是不多。没事，关门了我养你啊。生活家跟别的杂志能一样吗？
知道你舍不得。这个是我从小就爱读的杂志。我到生活家当编辑，这样我觉得梦想真的是可以实现的。它可是我全部的青春，它怎么能说停就停呢？我知道小可，但是你就是个编辑，那你能做什么呢？对吧？小月，今天有我快递吗？没有。谢谢。哎姐，你也要走啊？对呀，没办法。那这个你用吧，我就不带走了。对，不是，Coco 刚走了，你怎么也要走呢？咱们都多久没发奖金了？哎，主编来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回头约饭啊。哎，宋妍姐，我发到群里面的稿件你收到了吗？啊，收到了，一会儿再跟你说吧。新来的出版人来了，我得跟他开个会。哎，宋妍姐，我是想问你，一会儿是要开停刊的会吗？我觉得这事儿，大家在一起想想办法，一起努努力，生活家不至于停刊的。作为主编，所有该做的努力我都做过了，决定权不在我手里。可是，因校大职课人员高3、3班沈思怡含海违反校纪校规，影响非常严重，现给予两个人处分决定，并停止校办入的一切活动，以观后效。你谁啊？随便进我办公室。我是刚来的代理出版人沈思怡，陆编辑。你来我办公室有事儿吗？对，有事儿。我觉得停刊决定太草率了。这么大一个杂志社，我们集团第一本中文刊物，怎么能说停就停呢？陆编辑，不是我要停刊，是总部要停刊，你得搞搞清楚。沈思怡，这也是你从小就开始看的生活家呀。对啊，怎么了？算了，生活家碰上你这样的人，也算是没有希望了。哎，等等，我是哪样的人啊？你是哪种人，你自己心里面不知道吗？怎么了？
大家先停下手里的事情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从伦敦总部派来的代理出版人。我为什么来这儿？相信大家也听说了。这2年，传统纸媒受互联网的打击很大，看杂志的人越来越少，没有人看就没有公司打广告，也就没有收入。总部做出停刊的这个决定也是情理之中。所以，我就是那个派来停刊的人。关门嘛，太简单了，什么人都能干。但是对我来说，确实挺没劲的。所以，我打算建议总部，生活家不关了。其实我跟大家一样，我也不希望生活家停刊。如果我作为出版人，能让生活家复活，那才是我真真正正干出成绩来了。总部才会给我更多的机会，这事儿越难，就越有机会。我知道，有些同事对生活家感情很深，并且很不信任我，但是不信任我，对大家，对这本杂志都没有好处。所以，我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来，我还是很有信心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叫沈思怡。不关了，我不用走了，我不用回家相亲了，我不用回家了，我退票，退票。老康，哎呀，吓一跳吧？还这么能闹？哎呀，变漂亮了啊！你变老了。啊，来来来，想你了。老爷，老爷。哎，来了。这也没酒精。谢谢，谢谢高爷。有事叫我啊。本来是让你关门善后的，那你倒好，重新开张了。你是不是跟总部和董事会对着干嘛啊？我这个人不喜欢等，就喜欢争。如果我把生活家救活了，那机会是我自己争取来的，名正言顺啊。那你有十足的把握吗？没有。但是，富贵险中求啊，你听没听过呀？你这是胡闹。你就这么折腾吧啊！如果不是说你一进集团就跟着我后边实习的话，我才不稀得管你呢。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。你不管我呀？哎呀，那我从伦敦带的小饼干怎么办呀？少来这套。好吃吗？不好吃。好，那就说我不反对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已经找好合作的人了，如果他同意跟我做，这件事儿肯定能成。哦，跟谁啊？这么厉害？他干嘛了？抢你男朋友啊？真抢你男朋友？这个城南，哎，不是城南，是我高中。哎呀，这事说来话长。你还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啊？说呀。高中那会儿，我跟一个男孩挺好的，可沈思怡她事情闹大了，我俩就掰了。我呢也是为他好。那男孩成绩差的只能考大专，还怂恿陆可让他改志愿陪他呢。陆可本来可以考复旦的，我能不着急吗？
你啊，你就是爱管闲事儿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亲了那男孩一口。你干嘛了？我亲了那男孩一口，但是效果很好啊。他俩是分手了，路可以考到上海了，他应该感谢我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家里人就安排他出国了，我俩就没有再联系过了。那你还打算留下跟他继续合作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听你这么说，你把人得罪够呛，人家能帮你吗？对我有点信心啊。好。怎么样，帅不帅？帅是帅，不过你一个没有工作的人，哪来的钱买的这个啊？找你爸妈要的吧？我自己挣的。啊，你找着活了？我讲了啊！半年前那个青年设计概念赛还记得吗？啊，今天通知我了，2等奖，3万块。真的？恭喜你啊，关小玉！对啊，所以我就奖励自己一辆摩托车，鼓励自己做一个独立设计师。那你是不是可以开个人工作室啦？而且今年还有一个设计公司，他说想要给我定金，量产我的作品。哎呀，突然一下走上人生巅峰，还有点不习惯呢。多巅峰几次你就习惯了。那我走了啊。慢点啊。小心点啊，拜拜。不觉得这名字土土的吗？陆可，你的名字？那一点都不土了。你说我们第1期主题做什么呀？这个 look 就是观察我们生活的意思。第1期我们叫些我们生活中最有意思又最容易被忽略的事物。这个我擅长。不过这不是很像生活家吗？生活家算什么？你的文笔加上我的才华，look肯定会比生活家厉害很多的。我们就从第1期开始吧。喂，程南。小可，你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是不是忘记带雨伞了？要不要我去接你啊？啊，不用，我马上就到家了。哦。哎，对了，家里还有挂面吗？啊，饿了。现在没有，我晚上要加班做一个方案。行，没问题，我这就给你做去啊。哎，不是要停刊了吗？也许还有希望。陆编辑，咖啡豆在哪儿啊？我们社的咖啡豆在哪儿啊？沈思怡，你昨天说的话算数吗？当然算了。那好，那我写的复刊方案，就是宋妍姐发给你那个，你看了吗？你先看看我的方案吧。你这方案写的也不怎么样，内容方面的细节一句都没有。是。你之前那方案，又是线下活动，又是设计师联动，有什么用啊？我写的方案怎么就没用了？钱哪来？你的内容细节没有这些整体的思路做框架，有什么意义？治标不治本。我那个才是本好吗？
基于我们俩的过去，确实不好合作。但这件事儿，做不做选择权在你。每个人有5次的否定权，还跟以前一样。好，说好了，5次。这怎么？这完全是错误的。可是为什么是错的呢？这个本来就只有3个分支啊。那你现在把它列清楚了。我来跟你说，它一定是有3个分支的，所以你现在只有2个。是不？你也不能看。你这个是刚刚是既然是新媒体，就是要跟主看不一样，把一些娱乐或者是时事就得站到公众号上来。那这不是蹭热度吗？我不同意，这跟生活家理念根本就不符合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讲理念？生活家的理念是先锋、独立、纯粹，还有尊重艺术。你别跟我讲这些虚的。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怎么样增加销量。结合时事或者是热点这文章，永远都是有点击率的，而且反复被证明有效，所以就得这么做。那读者感受呢？你这样改，读者心里面肯定不舒服。是你感受不舒服吧？这一部分必须要听我的。我要行使一天否决权。那我也行使，然后你再行使。我们也有5次机会，但最后还是停了。其实我们2个人努力的力量根本就不一样。我是想让生活家变得更好，而你只是想利用生活家变成你赚钱的工具而已，对吧？明明是他不对，最后他倒先生气走了，你都不知道他当时有多么不讲理，简直跟小时候一模一样。那就不干了，省得以后越干越不开心。对。真把我逼急了，我还真就不干了。反正前2天Coco还给我发信息问我去不去他那里，还说给我留了一个好职位呢，我何必要在他那儿受他的气啊？就是，我支持你啊。我也就说说而已。你呀，还是舍不得。程楠，你先停一下啊！你停一下，靠边啊！哦。你在哪儿找到的？2楼资料室，我来第1天就去找了。你找他干嘛呀？我是想告诉你，不是只有你对生活家有感情。如果我真只看重利益，我就不会放着那么多好的机会不去，非要来上海干副刊这种费力又没把握的事儿。但在我这个位置上，有些妥协我没得选，我也不喜欢，但是我没办法。这次合作是老天给我们的第2次机会，我不想再错过了。你在哪儿呢？我饿了，走吧，公司对面那家面馆。哎，谁说我要去？这什么时候寄过来的？07年。10年了，日子过得可真快呀。看这个。这什么？生活家的老师们，你们好，我们是苏州的高中生陆可、沈思怡，一直很喜欢看生活家，但最近几期感觉质量有所下降，我们很失望。特寄上4本刊物 Look， 与你们共勉。我的天哪，
哎，我们2个高中生竟然给生活家的编辑上了一课，胆子可真大哦！哎，这信可是你写的，那主意肯定是你出的，我可想不出那么出格的招来。这肯定是我们俩一块琢磨的。高中的时候，哪件事不是我们一块商量、一块想的呀？那个，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些话有点太重了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你反对的有道理。高中的时候，我们一块办 look， 结果失败了。我一直很遗憾，也很抱歉，所以这次一有机会我就马上回来了。我希望我们俩都能够好好合作一把，把之前的遗憾弥补回来。我们的生活家现在只能靠我们2个了。你好，2位已经聊了半小时了，可以点单了吗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马上点。哎，你还饿吗？我不饿，是你说你饿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现在不饿了。走。哎，这样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哎。我感觉你这几年没变啊，谈恋爱了吗？谈了呀。他对你好吗？挺好的。我大学同学，感觉就是他了。你呢？我没有，谈恋爱太麻烦了。哎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老样子啊。不过也对，免得你去祸害别人了。那我这也算做慈善了。做什么慈善？你慢点儿。查去吧。门口新开了一家。对。哎，这个副刊的事啊，都1个星期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陆可和沈思怡不是一直都在做方案吗？我觉得别太乐观，上面不可能同意。反正我是不想散，咱们生活家这么好的杂志都散了，那这个行业就完了。我们刚才是不是说这事儿呢？那个副刊的事儿怎么样了呀？这个方案刚做完，也给集团发过去了，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呀？这里是基本的商业思路这一块，这是大的一个框架啊，这一部分跟我们部门关系比较大。喂 ，Coco。抱歉，我刚刚一直在忙，我跟你说了。对，我不考虑去你那儿了。谢谢你啊。哎，拜拜。谁要挖你啊？以前生活家同事，去有家了。别着急回绝啊。可是我又不去，我干嘛让人家一直等呢？你要知道，复不复刊是总部说了算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都只是让希望变大，但不是100%的，所以没必要把话说死的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悲观呀？干嘛？你是对我们方案没信心啊？不是，我就提醒你一下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知道。哦，对了，梁总看了我们的方案了，说过几天跟我们开会。你看我说吧，人呢要有信念感。
今天不在状态，那麻烦你稍微再等一下啊。没关系，我们都是一个集团的，别跟我那么客气。谢谢啊，你先稍微一坐。哎，好好，马上就好。对，模特那边的头发给他调一下，否则后期修不了，太蓬了。然后顺便你把这个妆降一下啊，这个地方特别突兀，反差很大。韩姐，哎，我记得你们上周才拍了一组封面，怎么不拍啊？这不是封面，这是公众号。你们新视线也做新媒体了？对呀，我们换了新的出版人，这都是他的主意。你们换谁了？哎，你认识的呀，沈思怡。行，沈思怡，把这个地方再调整一下。这不可能啊！他明明在我们这边。你们之前那个生活家不是准备休刊吗？沈思怡出了一个新媒体的转型方案，梁总看了非常满意，说给我们新视线啊试试看，顺便啊也同意他过来做我们的出版人了。好，哎，头发那边再顺一下，头发，哎，好，这边就光弱一点，否则这个这样抢的太厉害。姐，方案我能看看吗？啊，方案，啊，好。啊，那好了是吗？来，先换下一套衣服。觉得怎么样？因为现在好多人都在搞。沈思怡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？什么事儿啊？我今天去摄影棚，碰到新视线的安姐了。你们先去忙吧，晚点聊。安姐跟我说，你要去他们那儿搞新媒体，当出版人了。你先听我解释，这事儿还没定，我现在还在想办法拒绝他们。那方案呢？什么方案？我们的方案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做的方案，怎么就一个字都没有改，就变成了别人家的方案呢？这些全部都是我亲眼看到的，沈思怡。这个我不知道。我说你今天怎么劝我给自己留后路呢？原来你是在做铺垫呀。你倒是给自己的后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不是，我是真的怕复刊不成功，我是为你考虑。方案的事儿我真不知道，应该是梁总没有跟我说就把方案给。应该。沈思怡，我怎么又相信你了呢？你还说什么对生活家有感情，还说什么想跟我一起弥补遗憾，你可真有意思。陆可，我不想去新视线，我也没有把方案给别人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梁总后天就来生活家了，能不能说服他，就看后天了。生活家能不能成功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。陆可，如果你不相信我，我们这辈子就没机会了。你说我怎么这么傻？我怎么又相信他了呢？乖，你别喝了。沈思怡那个人，他从小就自私，真的，他从小就是那么自私。我太了解他了。我是觉得，你如果他真是你说的那样，那你为什么给了机会再骗你一次呢？是啊。上。对。
对不起，都怪我。你那本生活家被没收了吧？没事儿，我那儿有一本，放学给你啊。程程，咱们是大学同学，但是在认识你之前，沈思怡是我最重要的人。因校杂志社成员高三3班沈思怡含怀违反校纪校规，影响非常严重，现给予2个人处分决定，并停止校刊 Look 的一切活动，以观后效。那不是3班陆可吗？听说被学校处分了。真的？天哪！你是不是没带伞？哎，对不起嘛，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子。我是觉得他配不上你。你别碰我好吗？就是因为你 ，Look 没有了，大家的心血也没有了，你还骗我？我没骗你，我真的不喜欢他。你跟他在一起会被他耽误的。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直接跟我说呢？对不起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错了有什么用？对不起又有什么用？是我看错你了，我们以后不再是朋友了。后来没过多久，他就出国留学了。我们2个人就没有再联系过了。那你话说的也够狠的啊！其实我觉得，是因为以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他都在保护你，这是他第一次站到你对立面吧？也许是吧。那我是明白你为什么愿意让他骗你第2次，因为你知道第1次其实他并没有骗你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这一次沈思怡也没有骗你，真的是其中有什么误会呢？那我还应该再相信他吗？我觉得这个得问你自己了，谁也没法替你回答。沈总，开始吧。张总，开始吧。我先说明一下，这个方案
是我跟编辑陆可一起做的，他对这个方案贡献非常大。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，我替他先说一下。思怡，你的方案我是认可的，不然不会交给新世界来做的。您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，就把这个方案给别人了？生活家已经决定停刊了，你不用再纠结了。梁总，我觉得行了，你一个人硬撑着，我都替你累得慌。不是我一个人。梁总，他真的不是一个人。我是陆可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合作愉快。一个关键是体感实验，特别好玩。你第一期要做这个，绝对能中。这是谁啊？朋友沈思怡。我之前看展见过他。沈思怡跟你认识的那些姑娘真的不一样。我对你啊，没兴趣。我明天再来问问。这事弄得我两头不是人。没拿我当好朋友。你也太幼稚了吧！我就是幼稚啊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。